大家好，我是 Peter 汉语的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成语这一部分成语呢是关于生活和环境的那么这部分成语呢它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还是把它分为了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成语呢有一些是有成语故事而来的，比如说拔苗助长，还有什么呢？画龙点睛这些呢都是有成语故事的那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查一下这些成语故事还有一些呢就是它是什么呢？是可以形容生活类的，比如说饱经沧桑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人经历了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困难饱经沧桑，这是生活上的然后还有什么像得天独厚这种呢，它就指的是自然环境那么它的自然环境或者是地理位置，这些呢都是什么？就是别的地方是不具备的，而只有它这个地方有，那么这种叫得天独厚。那么我们注意呢，就是说这个成语得天独厚，你不能说某个人有得天独厚，它呢只是指的地理环境这方面，不能说人有这种得天独厚那么你人可以说是什么？你人周围有这样的环境，那么你可以说用得天独厚。但是针对人做主语的时候，你不能说你这个人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好，同样还有一些呢，在这里呢，就是单纯的虽然是成语，但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名词，比如说当务之急还有风土人情，还有什么呢？悬崖峭壁，像这样呢，它呢虽然是一个成语，但是它就是一个名词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什么说还有动词形容词这些都没有像当务之急呢这个词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特殊，它特殊在哪儿呢？当务之急这个词呢，它在解释的时候是说就是当前当下，是目前最着急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在跟6级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如果在找病句的时候，那么如果他说了这个句子是这样的，目前或者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什么，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它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语义重复的问题，我们要注意这样的所以成语在背或者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准确的知道它的意思，绝对不能背一个大概你不能背一个大概，就是这个词语一定要把它吃透了这样才可以那么比如说还有哪个词呢？还有说呢，画蛇添足，我们刚才说的画蛇添足，它也是成语故事。那么大家呢都知道这个成语故事。那么这个成语故事画个蛇添个脚怎么了那么我们得考虑它的引申义，也就是说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做的，但是你却去做了，结果呢把事情变得更糟了，这种情况我们才能用画蛇添足一定要注意它的适用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学习成语不是单纯的为了把这个成语背下来，我们是什么？包括你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都是一样的，我不是单纯的就是记住这个东西，那你就是真正的一个是什么死学，或者说你就是一个书呆子，你把这个知识学死了，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比较特殊的一些的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司空见惯这个成语呢，它也是一个成语故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去理解它的意思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看意思就是什么常常发生的已经让大家习惯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去找一下它的来源，这是一个成语故事。司空呢是古代的一个官职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就是一个职位吧，
就这个人是干什么呢？他是什么司空啊？他是一个司空，就是当司空的人。你说类似于就我们现在说他是什么？他是我们公司的经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是什么？他是司空，这是一个职位啊，就是做这个职位的人，什么见这种事情已经习惯了啊，所以司空见惯啊。所以就是有一些词呢，你一定要去找它的根源，而绝对不是只是看它的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意思。我们看司空见惯的时候呢，其实跟它那个意思呢，我们只能就是联系到这个惯，而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为什么用司空这个词，对吧？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刨根问底啊。好，那么下面大家一起跟我大声朗读。继往开来，继往开来，继往开来。中美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上。锦上添花，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在魔术表演中，一些简单的魔术密语会为你的表演锦上添花。刻不容缓，刻不容缓，刻不容缓。为了我们的孩子，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已刻不容缓。迫不及待，迫不及待，迫不及待。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那里。取经用红，取经用红，取经用红。他精读中文典籍，取经用红，写出了这篇文章。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随地吐痰这种不良习惯在市民中已经司空见惯。物竞天择，物竞天择，物竞天择。物竞天择，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成功地生存下来。相提并论，相提并论，相提并论。老子是一本可以和《论语》相提并论的著作。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新陈代谢。适当做一些有氧运动，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雪上加霜，雪上加霜，雪上加霜。
经济危机对这家已经濒临破产的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学习语言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与日俱增，与日俱增，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感情与日俱增。源远流长，源远流长，源远流长。我们国家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众口难调，众口难调，众口难调。由于众口难调，这项议案最终只能被放弃了。包罗万象，包罗万象，包罗万象。这套百科全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包罗万象。悬崖峭壁，悬崖峭壁，悬崖峭壁。这里的悬崖峭壁上长满了形状、姿态各异的柏树。